们呢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刚开始呢我还挺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他也很靠谱，踏实吧，在一起聊得也很开心。因为我这个人呢，生活就是比较浪漫一些，带点小情调。我觉得呢，我就像一个西北人所通有的这样一个性格，我们就喜欢这样子，大口吃肉呢，大口喝酒。我觉得也没啥呀，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他就是比较粗犷，比较那种不拘小节的那种人，所以我就想努力把他改变过来。但是呢，你现在学别的男人呢，咱又学不好，又好像又失去了自我。现在弄的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要成什么样的样子，也没个标准了，失去了方向，也很迷茫。他老是不理解我，我觉得我都是为他好，所以呢，我就觉得特别苦恼。看那大杯喝茶的时候，现场的观众笑了啊！我就这样，我喝不了你们南方那功夫茶，一杯一杯的嘬不解渴，我老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概是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引发了这对情侣在情感上的一些冲突。那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邓33岁，来自陕西，是一名销售；女主人公小李38岁，来自甘肃，是一名销售。来，有请两位。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在这个现场公开吗？愿意。愿意。女生还大5岁哈。是的。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一个聚会当中认识的，我们都是搞销售的嘛。啊。建材这方面销售，到年终会的时候人家刚好呢，我们就认识了。谁主动追谁的？男方可能主动一些吧。男方是怎么主动的呢？就是主动留了电话。那您是没结过婚还是冒昧一下？离异哈。他追你的时候，你追的容易吗？我们就是在工作上聊得来，慢慢的就是建立起一些信任和感情。不是挺好的吗？没什么矛盾啊。他老一天在那儿挑着，我都觉得这个。穿衣干啥？你要适合呀！你不说吃饭干啥？他一天挑的比较多，我觉得。那吃饭挑什么？穿衣我知道有些女人色的挑，这吃饭他怎么挑啊？那比如就说那一天，就是我请他吃饭，他到我家里来，我给他做了精心准备了2-3个小时的饭菜，结果他就吃了几口，就说是要吃面。然后呢，我就是说那就厨房里有面吧，你自己去煮。然后呢，他就去煮面。结果呢，他就是煮的面，就是拿我家那个洗菜盆给端出来，呼啦呼啦就吃了，所以我就非常的生气。那一次我主要是啥？我都说过我喜欢吃面。第二个就是到了以后都12点多了，我就饿了，饭就这么小一点，2-3口就吃完了。还有就是那个菜也比较淡，你看咱那个面。多弄点醋，多弄点盐。但是你也不能说是拿我家洗菜盆就端出来，呼啦呼啦吃了。这个就理解，这个不是你太不注意形象。好，关于吃我们先聊到这儿啊。这个有人讲究嘛，有人口粗，这没有什么对错。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问题太多了，比如说是买衣服吧我们搞销售嘛，他平时也是不注重，好多人对他也有一些意见，最起码你形象上要过得去嘛。然后我就带他去买衣服逛的，他就不耐烦了。其实我觉得穿衣服，你像今天主持人还跟我说，谁给我说还是捅进去，不捅也可以嘛，宽宽松松的穿，我觉得挺舒服呀。这个东西一定要找适合的，不是说是你非得要。就像主持人这身材穿着就你是出去谈业务，你穿舒服了，那又不是在家穿睡衣呢，对不对？我们2个就说是去吃饭，然后我就在他家楼底下等他呢。结果呢，他就穿成啥样子出来了？穿着一个 T 恤宽裤子，然后一个球鞋。更可气的是上面扎个领花。不是像我这样的吗？就是那种黑色的领花，不是你这种领结是吗？就是领结。那天我跟你这么讲，我只是那天穿下让你先看一下，他误解意思了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如果那天搭个毛巾，你以为我从澡堂子出来的？不是，我只是想让你先看一下，问一下，你看我穿着行不？不行我再上去嘛。其实你看那黄叶。你都穿成啥了？你都穿了一个 T 恤宽裤子，还上面扎个领花。哎呀，你直接就把我气晕了。哎呀，我都觉得太生气了。我问一下，很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你说我这个不行，那我问你，上一次比如那个喝茶一样，是不是？你那喝茶那就去你那朋友去那个喝那个功夫茶那儿。都喝了半个小时，茶还没泡好。人家的功夫他就要经过几道手续呢，对不对？人家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我跟你讲啊，我那天去我都说了，是我比较匆匆忙忙去后流了点汗，我只是今天想去喝点水。
是吧？品茶那是放了你以后你慢慢教都行。但是那天呢，我就是想喝水，所以弄得半喝个小时。水你可以给服务员说呀，给服务员要呀，要一杯出水可以喝呀。你也不能说从你那包里面拿出来一个大杯子，咵一下倒进去，咵一下一喝。我那些朋友咋样看？先不说你那些朋友，自带杯子不行呀，还节能环保不浪费。哥们儿，你挺可爱的啊，你挺可爱的。不是。我觉得一些事情啊，不要顺着别人的意思。就我刚才说那个话，就是首先我是特意就说是介绍了了一些朋友，就是人家的那种生活方式，我就说是让他去学人家的那个生活方式。学人家那个生活方式干啥了嘛？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我就想让他改变过来，我是为他好了嘛。我觉得不能说是老揪着这。比如这个弯线多好看呀，你非得要弄个直的穿过去，难看的很，是吧？我觉得我就适合这曲曲弯弯的去活，你可以顺着，或者咱稍加修改就行。你不能就跟那天你介绍一个上海人说，上海刚好出差7天，你非得让我去陪他，我陪他2天我就够的了，又是手绢，又是喷香水，你上海那个我就觉得这男人嘛，要活得有点爷们儿一些那种感觉啊！我没有说完全让你就是学人家哪个生活方式，我就说让他感染一下。结果呢，他跟人家处了2天就崩了，就处不到一块。那也不叫崩了，我就找个借口走。我都跟你说了，他喷的那香水实在是受不了。你的生活习惯就是实在人家也受不了。我跟你讲啊，这个鞋适不适合要看脚说了算了。我就是个脚，你给我找个鞋也得适合我呀。那你也讲究形象呀，也讲究他的样子呀，不可能光是脚舒服了，那穿睡衣很舒服。你看这张脸是天生父母给的，我得顺着这脸走。你真可爱。咱们这么说啊，这算活得比较糙一些的。我想知道的是，他讲卫生吗？会不会说好几天不洗澡？这个没有。他穿的衣服是不是特别脏的就出门？有吗？这个没有。那就没问题啊。我觉得他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看很简单啊，咱先不说这个月饼好吃不好吃，外包装不好看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注重的是这个月饼好吃不好吃。你拿个塑料袋装着，我都觉得没。那这个月饼好不好吃？好吃呀。外包装怎么样？外包装好吃呀。行，这个月饼好不好吃？重新给它包装一下行吗？我其实他学不来。还有一次，我们就说是谈业务呢，需要一个笔，然后呢，我说问服务员要呢，他说啊，我这有嘞，他就那包咵的往桌子上一扔，一下里面乱七八糟的啥都有，这才把笔找着。然后呢，就说里面钱呀、卫生纸呀乱七八糟的。这怎么了呢？乱的连东西都找不着了，然后把笔才找出来，然后把东西再乱七八糟再放进去。这怎么了呢？来，给你先擦一下。我觉得这才是男人，我就喜欢这样的。谢谢。挺好的呀，这有什么呀？我们就这样啊。好吗？这种习惯太不好了。没什么不好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我怎么觉得像在说我，你知道吗？一模一样。我也是这样，自己带一个杯子喝功夫茶。我说这太慢了，也没人说我土。这个现场啊，还真是就有你说的那种男人。也有像咱俩这样的，确实，这人怎么样？人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的生活习惯实在让我，哎呀，太气愤了。好，听明白了。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哎，你先站队啊！你是那个你是那个上海男人放的整整齐齐的，还是我们这种哗一倒？你懂的。我不懂，我的包也很凌乱，找东西我也摸很长时间。南方男人有南方男人的优势，我们比较细腻；北方男人有北方男人的长处，他比较豪爽。我们的老祖宗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最可怕的是，货比货要人，人比人要死啊！你有时候真的把他逼到绝路上去。你自己比较欣赏、享受南方人的生活习俗习惯，这是你个人的爱好。如果说这一点你就强求你的男朋友要按照你的模板去进行改造、升级换代，我想可能你心中真的有点虚荣心，而且这种改变是毫无意义的。现在热情有点下来了。刚才说一半的时候，我不能打断你。我跟于老师说，我说于老师，我爱他。啊，你看，像他这样的男人，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对。另外，他能表现出对事物的这种直接的一种切入。
我就想说，你们谈恋爱在一起，你们能到一起，你们要珍惜这种缘分。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不接受他，如果你结婚了，你还要过后半辈子的话，你会很辛苦。爱情就是要包容，要给予。你如果接受不了他，这么说吧，就不要在一起，很累的啊，你会很累的。好，谢谢欣欣姐啊，接受啊，要在一起就接受全部。今天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邓先生一直在被修理，为啥呢？我有想修理他冲动，话太多，所以容易惹祸。但是有一点，他既然被修理了，但是满脸的微笑和幸福，这是一种多么慷慨的精神啊，和乐观主义精神啊，这非常难得。但是我发现有一点，那个修理者啊，我们的李女士，却一脸的正经，一直没有笑，在很认真的完成你的修理，在没有完成之前，心不能松懈，一直紧张状态。那么其实是这样哈，在婚恋当中，包括这个节目当中，总想改变对方，然后包括以为对方好的名义的方式，我听得太多了。但是我发现，以您这个年龄，包括还有过离婚经历，这样去玩命的这么大力度和尺度的想改变对方，还是比较少的。那我就特别想，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猜测，第一个，改变别人是为自己舒服，所以某种角度讲，总想改变别人，也是为了适应自己，所以这也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问题都出在他身上，那只有一个问题，你选错了人。涂老师，哎，这很整洁的，他非常整洁的。好酒饮到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这是一种审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酣畅淋漓，岂不快哉？这也是一种审美。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审美是一种互相欣赏、尊重，并且由自己的知识、文化和涵养来真正支撑的这种审美，是和谐的。但如果审美是有高下之别的，是有强求的，那这种审美有的时候很残酷。怎么说呢？我原来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别人说我装，我说我不装，他说不装也是一种装。那我问他，我到底是装还是不装？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你是你的审美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往往以自己的审美情趣而居高临下说你土的人，这种人基本上是不懂审美。真正的审美一定是包容而欣赏的，而绝对不是说以体现你为丑来衬托我的美。所以说，如果审美一定要强求，很残忍。今儿说别人土，明天就会被别人骂得体无完肤。所以说，真正的审美是在心里，还是看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这个非常重要。很简单的一种情况，你说这个男人穿的土，但他心里爱你。你找一西装革履、头发倍儿亮的人，他未必爱你。他如果只看重你这张皮，说句实在话，大姐，您长得并不怎么漂亮，穿衣服也并不怎么有品味，您是一个很朴素的大姐。其实他也挺朴素，所以说这种审美没有必要强求。人的这辈子过的就是真情实意、朴朴素素的生活，不要去强求要过别人的格调。格调这个东西永远是虚的。但我想跟他说的是，可能有一部分我们要区别，有一部分是品味和情绪，有一部分其实是礼仪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说装和不装的问题，要不要装，有的时候也得装。我老婆她经常会骂我，你在爱宝每次坐那儿翘个二郎腿，然后把腰当个屁股坐在凳子上，然后肚子鼓起来，人家跟你说介绍你，赵川介绍你，你也不搭理人家，笑也不笑一个，你该不该这样做？然后我就每次跟他辩论，我说我当时心情就那样，我就不想笑。那有的时候真的该装的还是得装，可能是一种尊重。所以现在我会偶尔有一点小笑容。所以说有的时候该礼仪的东西该装的还是得装，但是如果在爱人面前还要装的话，那真是作死。所以说在爱情生活当中学会欣赏对方的审美，在社会生活当中该要的礼仪咱还得有，好吧？大哥是个好人，好好珍重。不要去为了什么而什么，你要什么样的人就奔什么样找。
你别老想去改造一个人，找到了就好，找不到就放手也行。我觉得你这样就挺好的，啊，但是有一点，确实于老师说你话多，男人啊就不那么多话，受委屈得了。他要不是你的菜，你放开他，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女生会喜欢他，没有什么臭毛病，粗不拉几的，对你又好，还比你小5岁，还那么喜欢他，你爱他吗？爱。大声说。爱。你有多爱他？爱。当他不挑我毛病的时候就爱。可劲儿了，你看还拿个劲儿呢。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这个性格呢是由这个环境和在这个环境当中所经历这些事情决定的。我是一直都很注重于这个顺其自然。如果是确实你让我去改的这些，我觉得我还是很有这种自信，但是这种自信应该要有一段的时间。一切都让时间去说话，因为时间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这就是我想说的。两位请换箱子。请回两位。来，请关门。生活里面这样的事儿其实还挺多的，其实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生活里面真的有那么多大问题吗？没有吧，恰恰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柴米油盐的冲突和碰撞。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看看女生是怎么想的。5、4、3、2、1，请开门。这个就先不说了吧。啊，这个不能说是吧？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对啊，说再见，说再见。啊，把合适的人呢留给适合的人就行了。我祝愿我幸福，也祝愿他幸福。谢谢啊，慢走。